古问在家如何修？大师言：善知识，若欲修行，在家易得，不由在世。在世不修，如西方心恶之人；在家若修行，如东方人修善。但愿自家清净，即是西方。很多人会觉得说，我要多少钱，我才会过得好？这都是有所依。我要什么条件，我才可以跟这个人一起过下去？要有车有房。有很多，我们觉得我们会过得好是有条件的。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讲到快烂的颜回，一箪食一瓢饮，待肉相人，不堪其忧，悔不改其乐。你如果像我们刚刚讲的，活在恐惧的时候，那就是你溺水的时候什么都抓，稻草也抓，浮木也抓，什么都抓。跟我吵架的那个老师，他有一个很好的体验，他曾经在河流中进入漩涡，然后说：“好吧，上帝，如果我死了就算。”所以他一松不挣扎，到了漩涡的底部就浮起来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。如果他还在恐惧中继续挣扎，那肯定溺死。就是很多人的存在处境就是这样子。我必须什么条件嫁到什么样的老公，我必须出生在什么样的家，我必须这样，必须那样，必须很多，所有的条件背后的根源都是恐惧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快乐，因为我没有什么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富足，我没有办法丰盛，因为我没有什么。你可以列举，这个就是有钱的和尚去拜观音，他准备了1年，穷和尚已经拜完观音回来了，他还在准备路上的盘缠需要的物件，对吧？就这一句讲了。此君问和尚在家如何修，愿为子受。大师言：善知识，慧能与道属作无相颂、尽颂曲，依此修行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。之前讲，你有六祖坛经的传承，依六祖坛经而修行，六祖承诺他的法身就在你身边，对吧？我们也讲一念二法身即离色身，这里六祖讲无相颂、尽颂曲，依此修行，常与慧能一处无别。什么意思呢？六祖慧能大师他肉身入灭以后，他归到诸佛的本源，而诸佛的本源就是我们宇宙大幻化王，就在你的周遭，也在你体内。你一念二跟他断网，一念善你又跟他连网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一处无别。所以看很多大德高僧，看到那些要入灭的时候，有学生在哭了，说：“那你对我这辈子教你们完全没有信心吗？”都是回到本源而已啊。你既是本源的幻化，我就是你，也就是我，一处无别。颂曰：说通即心通，如日处虚空，唯传顿教法，出世破邪宗。不管你透过听通晓了，然后你心开悟解了，那个状态是什么？日在虚空，朗照一切。唯传顿教法，出世破邪宗。什么叫邪宗呢？邪宗，什么叫邪？教你偏离你的人生生命的道，都叫邪。去养古曼童的，去用血养阴灵的，为了求财的，为了求权的，去跟妖、去跟撒旦做交换的，都叫邪。你没有走向我们天然所学的自学之路的，也都叫邪。讲白了就是，不管是妖啊或魔啊，它是老天爷在地球游戏场设下的关卡，大陆叫关卡。这个关卡你就困在地球游戏场上，继续来帮他维持关卡的魔王。我们不是要打怪吗？我们不是要打魔王吗？你这叫邪。你不是来这边体验游戏了，你已经变成关卡的 NPC 了，这叫邪。教即无顿见，迷悟有迟疑。本来没有什么顿法见法，我们说过我们是片刻的存在。你很多问题就是，哎呀，我镜子看到我长成这个王新辉的样子，哎呀，我还有气质哦，哎呀，我台大大气毕业啊，我的经历是什么？哦，然后呢，哎呀，我现在怎样？你忘记你是这一刻片刻的存在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没有未来。而这个片刻的存在，你唯一要做就进入感动，完成感动。你以前所有的条件，过去可能是你的优点、长处，对你有利的地方，但这一刻不一定。哎呀，我这个气质高扬，闪闪动，哇！以前叫男人帮你做的事很容易，
那你走夜路的时候，可能盯上了3个里面就盯上你啊，你有什么优点缺点可言？没有什么盾跟剑啊，你没有盾剑，只是因为迷雾有迟疾，有快有慢而已。若学顿教法，愚人不可息。息就是知，知就是息。那个清朝皇帝说知了、知悉，对不对？知道了，都是同样的意思。愚人不可知，这就是中庸讲的。渔夫、渔父、圣人亦有不知也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世间认为的聪明跟笨，那是我们用所谓的条件、优点来看这个人。而做有的判断，啊，这个人好笨哦。六祖坛经也讲，下下人有上上智。简单的说，我们都是这个本源的幻化啊，只是他幻化的条件在现实社会里面，社会认为他是笨。按柯文哲而言，他自闭啊，亚斯伯格啊。但是同时，他也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政治的状况，他不会贪权，他贪名啊，他不会贪权。他也不会贪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用这种观点来看自己，你自己讨厌的地方。啊，我讨厌我自己什么？讨厌自己什么？你讨厌的只是社会的观点，不是你原原本本的受造给你的条件。我以前有个朋友，我们之前大学的时候玩在一起，他说每个人都是天子。什么叫天子？也都是天才，因为上天把某一个没有开花结果的种子种在每一个独特的人的身上，叫天子。等到你可以把它展现出来，透过自学的时候，你就是天才。我可以举很多很多的例子。我昨天跟我的兄弟温哥，然后带他老婆去乱考约会，啊，就喝多了嘛，就开始话多了。就像为什么跟各位讲经，跟各位刚刚讲天然手续，我要喝一点酒，不然我就 super 哀人了，我超哀人了，话不多了。各位跟我开会，我是惜字如金，我很不愿意开口了。不喝一点酒，我讲不了事情。我一天的话哦，没有喝酒的话，我一天话少到你无法想象。我讲过啦，你们跟我讲话，我没有回答。第一个就是我没有讲话的欲望，第二个就是我不想说谎，对不对？我不想说，到最后我的话直接出来刺伤了你，因为我不想说谎嘛，所以我就闭嘴了。所以各位在看自己身上所有的条件的时候，第一个除了你要意识到你不是你的条件以外，你要意识到你身上的所有条件，不管你的身高、体重、姓名、外表等等各个条件，它是没有被任何讨厌的需要的。我以前小时候都有那个福气的人耳垂都很大，我那个国小天天就拉自己的耳朵，这样才符合那个命相。天天照镜子在那边拉，在那边拉，到现在知道那是个很无谓的动作。你看我们的佛像啊，那个我们释迦牟尼佛，美男子那个身材啊，打坐啊，他有32相啊，佛有32相，转轮圣王也有32相，就是世间第一美男子的意思啦。什么眼睛、眉毛、体格，什么32相嘛，32相好嘛，转轮圣王也有。你看我们六祖慧能大师葛辽，身体矮的，你如果知道那个我们六祖慧能大师的身高，你去越南跟海南岛看，他差不多就是那个身高。我以前在深圳的时候，走路啊，那个过马路嘛，那下面的人都低一个头啊，因为深圳也有很多南方跟海南来的人啊。你去海南岛啊，真的就低一个头啊。六祖就是长那样，那你再去看他的那个金身，那个五官啊，你要讲他美男子，我觉得你是个会说谎的人。但你看我们六祖，对我们整个中国跟整个佛教，它是划时代的呢。那所有的僧人，唯一我们中国肯定他留下的法本是经的，就是六祖坛经。你说他条件不差吗？差到不行啊！32项可能连2项都没有，30项都缺乏，只剩2项。不过六祖都这样，你还有什么好讨厌自己的啊？哇，这个我们今天这个苏东坡是这个读书人的解人，我们六祖是全人类的解人。说及离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我们讲过了，8万4千陈老所有8万4千法门，说及虽万般，合理还归一。一，什么是一？自泯的本性，一体感动的真心，自然的周期，一而呈现了这3个面向。这3个面向都无起的浩瀚，
也就是我们《金刚经》在讲的色空不二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。烦恼暗财中，常须生慧日。烦恼暗财中，在地球上就烦恼暗财嘛，常常嘛，常须生慧日。慧日是什么？一念善，众生成佛；一念恶，佛成众生。如果听不懂的话，就是不进入感动，你就是众生；进入感动，你就是诸佛境界。邪来因烦恼，正来烦恼除。好，烦恼即菩提，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，这就不再解了。邪正悉不用，清净自无余。这个六祖的底下有一个禅师，有无惧不计，常遇白牛车，跟这2句是一样的。邪正悉不用，清净自无余。邪跟正，你也可以认为共产主义是正，资本主义是邪；你也可以认为资本主义是正，共产主义是邪。邪正悉不用，清净自无余。因为正跟邪都是你头脑的投射啊。有无惧不计，常遇白牛车。有跟无，邪跟正讲了。什么叫常遇白牛车？常常驾着白牛车。为什么是白？因为你在光海中啊，中脉爆炸以后在光海白嘛，虚室生白。牛是什么？每一刻像牛一样悠闲的走着，而且是你驾在这个白牛车上。每一刻像流沙一样的黄金岁月，一个感动接着一个感动，你一个感动接着一个感动，你就在直心行的直心流里。菩提本清净，起心即是妄。每个人都是清净的，动念头要害人了，动念头要从别人那边取得什么关注，取得什么钱，取得什么你要的，起心即是妄，尽性于妄中。但正除三障。那你怎么在这种虚妄的人际之间，因为恐惧而有的抢夺里面，你怎么回到净性呢？正除三障。哪三障？3种障碍：贪嗔痴。贪嗔痴的根源是什么？恐惧。因为恐惧而贪，因为恐惧而嗔，因为恐惧而痴。世间若修道，一切尽不妨。你说啊，我是个修道人，我是个修行人，一切尽不妨，没有什么好的，没有什么坏的，都行，对吧？这不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孩子到底要不要看手机这一件事？常见在己过，与道即相当。一个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他会常常去微调自己的言行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啊，所以你要微调。讲话会有过的时候，讲话也不够的时候，不够的时候补1句，补2句。把感动完成，把表达完成。讲太多的时候，对不起，我刚刚讲错了，因为他时时在微调状态。所以2组交给3组以后，他在市井中跟妓女、跟菜贩、跟那些鬼混的时候，人家对他有意见，他说：“我自调心，观亲底事啊。”我在那个环境里面，我在调我的心啊，言行会有过跟不及，时时在微调之中。我现在微调是什么？我要保持有一点醉，自己讲得出话来，我还不能醉到不能讲话，这就是我的微调嘛，没有错吧？任何人每一刻都在微调状态啊。色身自有道，离道别密道，密道不见道，到头还自傲。你看这个啊，这4句呢，6祖又颠覆了佛教的一个状况，什么？色身自有道啊。因为以前的所有的佛陀的解经人都跟你讲，色身是虚幻的，色身是没有道的，色身是应该要舍离的。尤其小圣，他求就是哪时候可以从你的肉身里面解脱，成为阿哈特，就是阿罗汉。他说色身自有道啊，道我们讲过了，道就是自然的周期。我们刚刚那1小时里面提到这个。所以你看6祖是肯定色身的，这也是个划时代的佛教见解啊。离道别密道，你身体就有道了，不要离开你身体的道啦。其他的道，密道不见道，到头还自傲啊。你说我所有的修行不肯定我肉身，那就是密道不见道，到头还自傲。你看6祖又颠覆了，除了用32相颠覆，还讲色身自有道。若欲密真道，行正。6祖现在在笑，说哪有人把我这样解的？我解的就是你要讲的啊。若欲密见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。自若无正心，暗行不见道。啊，那强调
我们9轮赋能里面社会正义赋能啊，正我们解过了，正是什么？一横底下一个指，指就是脚趾头的意思的象形，或者上面有一个呢，说我脚踩在地板上是一件千真万确的事情，所以正这个字在告诉我们以前的造字人，应该告诉学中文人什么事情？不要跟我讲那么多啦，你有没有真正的踩在地面上走路？这叫正。讲的天花乱坠，为人民服务啊，这个讲了一大堆啊，你真的为人民服务吗？你真的在抗中保台吗？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；若见世间非，自非却是浊。这个真的修道人啊，我们之前解过 K 的问了一个问题，自己的问题。还有人说啊，你都讲自己，是有的人为了把责任倒到你身上，自己不愿意改变。那这个是社会正义的问题，社会有共识，有立法院会去修法，会去立法，那每个人都要遵守，不遵守就会被抓去判刑。好，那这个赖清德操弄司法，破坏柯文哲，破坏这个在野党，那又另外一套。那我们讲的社会正义，社会正义是什么？本来就把责任归属得很清楚啊。他所谓的程序正义，这个程序正义体现在什么地方？川普把马杜罗给抓了，马杜罗依附他的那些利益群体，当然会抗议啊，对吧？但是那些人民有人欢呼啊，对不对？之前泰国也有发生什么红党跟黄党的对峙，因为各自拥护不同嘛。那在这样的状况底下，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程序正义，川普就是没有依循程序正义。那民主党呢，就是用程序正义来包裹他们贪权贪钱的事情，所有军工啊、复合团体、有利益团体、有制药的那一些利益包裹在程序正义底下，这就造成了美国为什么要资助乌克兰跟不资助乌克兰的原因。因为民主党借着资助乌克兰，开始贪污，开始贪有的没有的一些问题。我来讲美国。全世界其他国家到现在这一刻为止，也没有跟他差到哪里去啊。太子集团哪里来的？柬埔寨的诈骗、嘎腰子。你知道太子集团的背后是什么吗？红二代、红三代啊。川普帮习主席解决的问题，就是借由柬埔寨这个事情，太子集团，因为他的理由是，他骗了我们美国人太多钱了，所以把他的虚拟币统统挖过来。那川普是商人啊，借理由把钱抢过来，借理由把委内瑞拉的500万桶原油抢过来，他是没有什么程序正义可言的。商人拿来管你什么程序，我可以赚钱就好了。但程序正义重不重要？重要啊！你要看我们台湾可以立法院通过的法律可以不附属的，我们宪政上第一次啊，我们的宪法规定啊，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，你立法院通过10日内总统必须附属啊。他就不附属，而且我们宪法法庭的大法官都是极高知识分子这5个他是怎么绑的？他们都是为了台独的理想。吴子嘉讲了，赖清德他没有证据啦，他的合理猜测是这样，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讲他是猜测，但是非常的准。他就跟这5个讲，我台独，我赖清德是台独的金孙。你们不挺我的话，台独就无法建国。所以这5个大法官你看大法官的背景是怎么样？精英中的精英尤其又在司法，不管3个自己可以开会100%通过，都没有符合程序正义啊。所以这个世间，如果我们共识的背后叫诚信，诚信是什么？我们台语叫教聘教给说了就做嘛，教聘教给嘛，聘就是大家共识。对不对？合约就是依合约精神、契约精神啊。西方的契约精神跟民主是因为人跟上帝签的契约，所以开始有所谓的民主法治，对不对？我们那天针对这个议题，我们讲了很多。我说中国人不是，中国人是依据礼教而来的。礼教里面，中庸大学强调诚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六祖坛经最重要的一个字叫智，中庸里面最重要的字叫诚。通篇都在讲诚，中国人的诚信是来自于儒家的诚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你如果要在合约上动手脚，
你惩罚条款是怎样？我可以聘请最好的律师啊，我可以这个啊，这就像美国现在司法案件这么多啊。你如果真的有诚信的话，你当初口头一句话没有写下任何契约，你这一辈子还是要把钱还完。我大学毕业后，我爸妈有一天带我把他们欠给人家最后的10万块欠还给那个债主。当然以前10万跟那时候10万差很多了，贬值很多了啊。但我爸妈跟我身教的一件事情啊，这早班那个债主，这早班我早都我放在心内啊，你不要紧啊，你免还啊，怎啦？啊，我爸妈说一定要还，他就说啊，我外口吼，人欠我300-400万，干那恁兜会来还啦，啊，拢无人来还啦。他讲一句话啊，你安尼吼，骗因子孙啊，恁囝有那再当了，恁囝以后就好起来。我收下来了，谢谢他。说他外面人家欠他300-400万都没有还他，只有爸妈拿钱去还他。他说从来没看过这样的，你会福荫子孙啊，你儿子以后一定会很有钱。我当场我就收下来了。什么叫诚信？一个诚信的社会，契约是白纸黑字把权利义务定得清清楚楚，对吧？你还要遵守它嘞。现在明明白白从宪法法律什么下面定的白纸黑字清楚，你还可以有任何的理由。当然民主不是多数赞成就可以哦，不是哦。我听到那句话的时候脊背发凉，我说这什么鬼话啊？民主不就是多数决吗？不是这样哦，不是哦，这我们赖清德讲的呢。什么意思啊？民主不是多数决就好了，不是哦。从这句话就可以判他独裁。什么叫民主不是多数决就可以了？所以充满了有钱人、没有钱人、农人、工人各种团体，那大家就取得多数的共识嘛，不然呢？你还说不是哦？那不是哦是什么？六祖坛怎么讲这么多政治？好，我们讲回来。好，这个世界的责任，这世界当然有我们社会正义必须推进的，但是重点是在任何的环境里面，你不管在深圳，不管在台北，你过得不好，你能怪这个社会吗？你这个不行，我还可以到别的地方吗？连颜回都可以一箪食一瓢饮的，他至少是你的榜样，你也可以学嘛。我5块可以吃一顿，我5万块可以吃一顿，我都可以吃得很开心嘛。这个叫做是非却是左啊！我骂这些政治上，我骂这些，我不是在怪这个社会，我在讲一个道理。我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我没有受苦于其中。等一下我们弟子聚会，我说今年我有4件事。我们上一个小时有讲到，清朝以后再也没有儒家啊，不能这样讲。我老师是啦，马义甫是啦，唐君毅是啦，牟宗三是啦，就世人的那一种轻易的传统。什么叫轻易？我批评政治的目的就是政治本身必须服膺于天然守学的治学。上次已经在天然守学那一个我们已经论述过了，而要达到这个必然要通过一个政治，不是儒家喜欢管政治，是在文化跟教育传承上必然牵涉政治啊。但是从以前的封建时代到现在的台湾，到现在的所谓的新中国，还没有摆脱封建王朝，也没有摆脱帮派政治啊。我讲白一点，就是黑社会啊。你看整个运作不像黑社会吗？我们前学生，我们所有归国为中国献身的人，这些拿着枪杆子，还不是一个帮派作风做派啊？推这个大家这个1月1号以前发动5000万人不抽烟，为什么？有个视频访问就是呢，这个他家是那个烟的，他们家有7、8套房子，然后躺着没有事情干，每个月就几万的零用钱啊，这样还可以干到亏损呢，卖烟还可以干到亏损，1年亏个几百亿。一听就有猫腻啊！原来我们在供养这群龟孙子。我看这个是没有办法在大陆播，那个大陆播要剪到那个可能剩20分钟。他非我不罪，人家的错，你怪人家干嘛？他家的事啊！我常常讲，你管人家那么多干嘛？我非自有罪，我非是什么？别人使你生气，但你可以决定你生气的时间有多长。我非自有罪嘛。但自去非心，打破烦恼罪。所以我们很多的困扰来自于什么？比较，怪别人，怪社会，
怪你的爸爸妈妈，最常见的，怪我们家没有钱啊，什么什么，所以我现在变成这样。跟你一样条件的有人，像欧阳修，对吧？像范仲淹，他们举成千上万人可以当你的反例啊，条件都跟你一样，甚至比你差。你看有什么好怪的？若欲化于人，事须有方便，勿令破彼夷，于是菩萨现。破彼夷，问什么是信念？我说持续的进入感动，完成感动。为什么人会疑？因为你不在感动中，你就会疑。所以破了疑，怎么样破疑？让你的言行带他进入一体的感动中的时候，他就无疑了。法缘在世间，于是出世间，勿离世间上，外求出世间。西方极乐世界不在远方，不是你一辈子要念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某一天才去。西方极乐世界即在此时见西方，对不对？之前也讲此时见西方，这一刻一体的感动中，愿意进入即见西方。邪见在世间，正见出世间。邪正悉打却，这有的重复了，习正皆不用。此但是顿教一名大圣，迷来经累劫，悟则刹那间片刻的存在。大师言：善知识，汝等尽诵取此记，依计修行，去慧能千里，常在能边。都解释过了。依此不修，对面抵千里远。你不依照这个修啊，我们两个你坐我对面，就像中间隔了一个须弥山啊，对吧？各个自修，自又来了啊！法不相待，众人且散。法不会等你啊！慧能归潮汐山，众生若有大疑，来彼山问说啊，我慧能啊，我会到潮汐山。如果真的有大疑啊，来这边问，为汝破疑，同见佛性，合作啊！这个法会上，官僚道俗。所有人呢，礼拜和尚无不嗟叹：善哉大悟，昔所未闻，岭南有福，生佛在此，谁能得知一时善尽？好，到这里呢，就是从开头到现在整个法会，好，无以后就是慧能大师跟其他僧人的这个像《论语》一样的对应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有没有什么问题？邪正西打去，那个打去是什么？就打破、打掉。去就是破掉的。却就是打，却就是驱，退却，驱，扫除嘛，打破扫除，这个是好的，这个是坏的，尽早放下这种头脑的游戏。这是一个真正懒惰的人，童话世界的好人跟坏人啊，这个人就好人，这个就坏人。好人不会一直都是好人，坏人也不会一直都是坏人。人是片刻的存在，一念悟，众生成佛；一念恶，佛成众生。我们中国历史上佛教碰政治的朝代不多，当然有没有，就是佛跟道，那跟皇帝的喜好有关。有的他爸爸喜欢佛，有的他喜欢道，就把佛赶了，佛教僧人赶了；有的是他爸爸喜欢道，他喜欢佛，就把道士给赶了。但是基本上道跟佛对于政治的看法都是，除非是为了争宠，对皇帝的争宠，所以他对政治的论述是没有涉及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儒家对政治不是儒家喜欢政治，是整个天然所学的治学系统中要搞定政治，每个人才可以在天然所学里面好好的治学。所以政治对儒家而言是一个文化意义落实于现实的官位，所以叫人民父母官，所以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所以孔子在讲到大人这两个字，孟子讲从其大者为大人，从其小者为小人。大人在孔子里面是君子的上一位，君子他没有官位，但是如果君子去当了官，上了仕途，就叫大人。为什么叫大人？因为他是一个服务于群体社会的人，所以我们叫大人。我们在台湾社会讲那个警察叫大人，大人。所以大人在整个儒家里面是有对他一个，他不只是
内圣了，他开始外王。外王是什么？他开始服务于社会，以至于每个人可以古富而有，可以自学成道。整个儒家对于政治的定位，不是说我整个中国要成为霸权。我们中国以前华夷之变，中国现在的疆域是哪里来的？因为清乾隆的十全武功，平定准噶尔等等等等等。清朝的疆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，那是因为清朝。但中国文化，尤其儒家，在清朝是完全切断的。但在清朝以前的明朝，我很讨厌朱元璋，非常的讨厌。这个人呢，真的是坏到底。但是他能够从元朝底下抢回来，他唯一的功劳。诛杀功臣什么有的没有，姑且不论。明朝方孝孺殉道诛十族。整个儒家在政治上，它的目的很简单，就是让整个周文化延续下去，可以每个人在天然守学中可以成德成道。所以以这样的一个周文化的传承，才有所谓的华夷之变。孔子讲，如果没有周公的话，我披发左衽矣。披发左衽就是没有束发嘛，对不对？这以前就15岁束发，所以这个蒋中正讲无自束发以来，即追随总理革命嘛。这15岁以后束发啊，以前华人是束发的，不是满清的辫子哦。右衽就是衣服是往右边披过来的，啊，满族是左衽。啊，这孔子讲没有周公的话，无披发左衽矣，对不对？这是以前所谓的华夷之变。因为呢，我们整个从周文化下来，周公从周文王，他的儿子伯邑考被剁成肉酱喂给周文王，然后呢，他的儿子武王，他整个周朝推翻商朝的整个统治，他完成了地球上第一次什么呢？推倒神的这一件事情。所以周文化从上轨，周朝是上轨，轨就是祖先，从神的进入人本时代、人文时代，这就是我们文化建立的第一次脱离，想要脱离啦。因为周文王不是讲君权神授哦，他是允执其中哦，他把有形的偶像变成是你内在的中的状态，而用执行型的德来取代所有宗教的修行跟仪轨。我们文化所谓的华夷之变，所以有人为了这一个文化而愿意殉道，跟皇帝对干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儒家在整个封建王朝愿意去科举取士的原因，就是他要对抗帮派封建的宗族政治带来的不好的所有的影响，要保全天然守学的最大好的环境，这样而已。